美国爆发第5波疫情，反华急先锋卢比奥参议员再次在国会抛出2022年版的新冠溯源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在90天内进行调查及制裁中方。但这件事情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本质上充满了美国党争的政治算计。2022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这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走势？来看分析。周一，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等16人再次提出一份所谓2022年新冠病毒起源验证、调查和确定法案，妄图在所谓新冠溯源问题上抹黑中国。提案声称，如果中方在提案生效后90天内仍然不允许在武汉的相关实验室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可信、全面的国际调查，美国政府就可以对中方实施所谓制裁。卢比奥作为一个知名的反华政客，我个人粗略算了一下，他2021年提出的相关的反华法案达到将近20项，而整个共和党呢提出的所有的涉华法案应该说有200多项啊，所以整体上是体现了以卢比奥为代表的这一群共和党政客为服务个人私利而进行的这样一种炒作。无视中国已经2次邀请世卫组织赴华进行溯源研究，世卫组织已经得出了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极低的结论。卢比奥还在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他这次提出的制裁对象包括所谓阻挠实施新冠溯源的官员、中国科学院，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等研究机构，并禁止任何中国的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病毒功能领域的科研项目。分析指出，这实际上是美国一些政客鼓吹的中美科技脱钩的翻版，意在阻挠中美联合科研。近年来，美国司法及情报机构渗透入美国大学校园，动辄针对参与中美交流的科学家进行所谓叛国审查，甚至逮捕了哈佛大学前化学系主任、纳米领域顶级专家查尔斯 ·M. 利伯等科学家，在学术界搞迫害的白色恐怖行为在美国愈演愈烈。耶鲁大学校长彼得·萨洛维去年就发布公开信，愤怒批评一些美国政客患上被害妄想症，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基石。耶鲁大学约100名教职工还发表公开信，谴责美国司法部发起的所谓针对中国的行动计划属于明显的种族歧视。去年6月，卢比奥就曾抛出2021年病毒溯源法案。当时，《华盛顿邮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卢比奥叫板拜登，意在继承特朗普的政治遗产。但是，民主党人集体抵制了卢比奥的提案。卢比奥为谋求个人政治利益，不惜撕裂美国。从前期的新冠溯源的调查各方面来看，民主党人包括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持续的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纠缠，实际上是达不到效果的，反而会使美国整个防疫政策，美国国内遭受这样一种负面的冲击，有可能会再引来一波国际上对美国国内相关的疫情溯源和追责的这样一个调查。所以说，共和党人以卢比奥为代表的这帮人，如果他持续在这个问题上去发力，他有可能会继续的在这个问题上伤害美国自身的防疫也好，还是各方面的政策以及国际形象。必须指出的是，去年8月27日，统领美国18家情报机构的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报告概要确认，中国政府不太可能在大流行之前就知道这种病毒，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不是一种人工研发的生化武器。这份报告仍然充满偏见，但美国舆论当时认为，拜登政府或可借此机会移除特朗普给中美关系埋下的一颗地雷。事实上，在这份报告发表后，美方借疫情操弄反华的声量确实降低了。2022年，拜登政府和民主党面临中期选举的考验。共和党的卢比奥故技重施，美国舆论预计和去年一样，这次的法案也不会进入参议院审议流程。但这显示中美关系再次沦为美国党争的受害者。观察指出，1年来，美国政府控制疫情不力。上周日，美国疫情累计感染人数突破6000万，累计死亡人数突破84万。过去7天，日均新增超过70万例。在卢比奥抛出法案的当天，确诊人数超过150万。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美国第5波疫情呈现井喷态势，让卢比奥再次嗅到了借疫情挑衅拜登政府，同时给自己拉选票的机会。不仅如此，挑动涉华议题已经成为两党议员铺路中期选举的一个手段。彭博社报道称，近日美国两党国会议员写信给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抹黑称奥委会制服涉及所谓强迫劳动，因为生产商中国安踏和恒源祥公司都使用新疆棉花。
这些美国政客声称，因为美国禁止进口新疆产品，因此国际奥委会也要禁止使用新疆产品。在2022年的这个中期选举之前，两党都会持续的利用中国议题进行炒作。那么拜登政府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国内的这样一种气氛，会推出一些政策，会在一些方面对华进行打压，反华的政治气氛恐怕会进一步的加剧所以说这个是对中美关系是一个直接的冲击。在美国会两党为了选票不断炒作涉华议题时，美国商界则希望白宫改善对华关系，搁置争议，多聚焦共同利益。香港南华早报周一刊发社论指出，中国尽到了改善中美关系的责任，兑现承诺，真诚防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美国商界也越来越多地向外界证实中方的善意，但是美方却没有对中方善意做出积极回应。美国运输部指责中方周三取消6班美国飞中国的航班，违反两国航空运输协议。深圳卫视查证得知，美联航2班旧金山飞上海、南方航空4班洛杉矶飞广州航班因熔断而暂停。2周以来，有70个美国赴华航班因违反中国民航局的疫情防控规定而熔断。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你好，那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美国能为中美扩大贸易合作创造条件。外媒对这一表态普遍关注，那管先您对此怎么来看呢？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的商务部记者会上呢，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这是一个焦点，包括路透社、香港南华早报等等境外媒体呢都是在就此提问。那么协议被广泛关注，当然是所谓适用期限的问题。第一阶段它是有期限的，它的有效期呢延续到去年的12月31号。那接下来中美贸易关系如何走？延宕已久的中美高级别经贸谈判能不能重启？还会不会有后续的经贸协议？特朗普时代遗留的关税战，那么还将延续到何时呢？这些个关键追问，实际上都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今天商务部发言人相对正面积极的回应呢，被境外媒体广泛关注。路透社下午发自北京的电稿就特别在标题中强调，面对 Phase One Deal Uncertainties， 所谓第一阶段协议的不确定性，中方呢希望美国能够致力扩大贸易合作。那么从美国现状来看，可谓是通胀猛于虎。昨天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呢，就显示去年全年美国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达到7个百分点，创40年新高。那么通胀压力山大，总统拜登他也坐不住了。他在昨天发布的声明中呢，就承认物价涨太高，政府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至于美国市场上的价格涨幅，它有多少是来自所谓附加关税的价格转移，实际上呢是可以测算的。连美国财长耶伦他都公开承认，所谓对华附加关税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消费者在买单。所以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尽快缓解乃至最终收兵贸易战，符合美方的利益，也是美国战通胀的刚需。但是在中美关系持续承压走低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尤其是经贸议题，在美国政坛现在呢也已经高度政治化。拜登政府将经贸以及高科技领域视作是对华竞争的主战场，所以短期之内美方面对现实立场松动的这个可能性是不高的。那么这也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将会持续为贸易战来买单。那么，针对近来中美多个国际航班因疫情原因取消，美国交通部发言人指责中方违背两国空运协议，扬言要采取行动。那您对此有何评论呢？美媒乃至一些个美方高官近来挂在嘴上的一个热词，就是所谓的经济胁迫。包括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上周五就曾经公开站台立陶宛，指责中方搞经济胁迫。那么，美国国安会的印太事务专员坎贝尔，他也曾以经济胁迫作为幌子，对澳大利亚来喊话。但是呢，在我看来，自视全球警察的美国，不但是头号对外战争国，更是头号对外胁迫国。美国交通部发言人威胁就跨洋断航采取行动，这就是赤裸裸的疫情胁迫，是在胁迫另一个主权国家在疫情应对上采取和美国同样的躺平策略。中国呢，当然不吃这一套。美国疫情雪崩到这样一种地步，在跨国航班管理上，当然该熔断时就要熔断，而且呢，中方的航班熔断标准和乘客检疫相关条规写的是一清二楚。
根据路透社今天发自华盛顿的电稿引述相关统计，进入新年以来，已经有70个美中跨洋航班被取消。但是呢，我相信只要美国的疫情火山一天不消停，那么航班大规模取消就一定会是常态。去年底，美国飞中国的国际航班在升空飞了将近一半航程之后，竟然掉头返航。口口声声对外采取行动的美国交通部，又对这样的奇葩事件采取了什么规管行动呢？美国对外胁迫症病入膏肓的这样一种地步，还有治吗？还能治吗？好的，非常感谢管尧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